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这个朝鲜半岛再度回到了这个世人这个新闻这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哈，因为在隔绝413天之后呢，南北韩重启热线，这真是大事一件了。中断13个月哈，这4条热线呢都重启。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为什么说现在是重启呢？主要是因为哈，大家记不记得去年6月的时候，哇，超震撼！那天我们也是这个新闻播了好几遍，有没有？整个把那个大楼给炸掉，这种操作还真的是没见过哈。当时为什么呢？当时因为北韩哈这个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非常不满，这个脱北者哈到了南韩之后呢，竟然又空投了一些反对北韩的一些文宣进去。收到这个文宣之后呢，北韩气炸了，所以把这个两韩的联合办公室呢气炸了就气炸了。像我们讲通常的外交手段，气炸就是我们互不往来嘛，骂几句嘛。但是北韩是炸大楼，把那整个大楼给炸掉，愤怒，这真的把大家吓一跳哈。对，就是现在很少人用这种方式，比方说我跟介大使吵一架就吵一架嘛，我们赖上互骂一下，就把房子给炸掉了。这个辣椒吃的比较多。对，啊，现在讲到那一幕还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哈。所以在中断413天之后，4条热线重启。这4条热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南北韩之间有4条热线，第一个就是在板门店的一个办公室嘛，另外在首尔的这个统一部哈，两边的统一部也都会有热线，还有呢就是在东海岸还有西海岸的军事区都会有热线哈。所以7月27号重启，大家讲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统一部哈，因为有记者拍嘛，就录下双方人员就是因为在镜头前讲，当然也是蛮生疏的啦，就说啊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啊，时隔1年我们重启通话真的很棒啊。那在这个军事区呢，两边的重启就更加拘谨一点，就喂，你那边的声音还好吗？听得清楚吗？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视频出来，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先请这个季老师先谈一下，你怎么看待哈这个破冰的时间呢？刚好也是板门店宣言3周年的时候。那据说呢，这413天，当然刚开始愤怒很高嘛，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呢，两韩的领导人文在寅还有金正恩他们就做了很多事情啊。据说在这过去的3个月当中，密集通信啊，10封书信的往来，造成了今日的破冰。所以说，两位领导人是幕后最大的推手。是。我想第一个北韩的状况不太好，过去他们这个在就是说两韩办公室那个开城工业区哈，事实上给北韩开展了一个希望，对，也就是说北韩也开放，然后呢一些经济发展区啊、特区啊，有点像大陆的当时那个经济特区这种开放，像也有一种大陆改革开放的路啊。其实开城当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那很可惜的最后关闭了。那么这个原因基本上还在美国。美国事实上对于这个北韩的政策啊，是不管南韩怎么想的。南韩只是被美国拿来当做一个棋子，就是用来背书，一个橡皮图章背书。所以北韩跟这个尤其跟这个川普哈那个打交道，他觉得被耍了。那个时候。那个你要我停止核子试验，北韩不是搞了一群记者，国际记者到北韩去看他把他的核子设施都炸掉了吗？都炸掉了。对，结果川普反悔了，川普又说话不算话，你的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你没有解除啊，所以后来他们双方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见面的时候，第2次见面的时候。就不欢而散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怪罪到文在寅。其实文在寅也无能为力啊。我是无辜的。无辜的。那时候金宇正就骂文在寅，他说文在寅也不过就是美国人养的一只鹦鹉。过后又发生那个气球事件嘛，就愤而把那个。南北韩联合办公室啊，在开城的把它炸了。这个它是2020年哈，去年6月炸的，其实它才成立不到2年，2018年才揭牌哈。本来很好的，不到2年就把它炸掉，共同参加这个冬运啊。所以说实在，我们台湾人还蛮喜欢看北韩的新闻，有没有啊？是，因为我觉得北韩人就是很特殊，他们的行事风格，像这一炸真是惊天一炸哈，把大家都炸懵了。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脱北者空投了一些北韩觉得很生气的一些文宣进去嘛，结果他们怎么骂呢？他们是骂这个南韩，骂说人渣、垃圾、废物啊。
这个通常哈，很直接就是对小学生这样骂哈，可能都会被老师制止，对不对啊？就是他们用这种骂也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因为那个空飘贪污哈，对空飘的内容哈，贪污那个让直接针对金正恩啊，对对。哎，那个就是有一点人身攻击，有点把他抹黑，你知道吗？所以妹妹就跳出来嘛，啊妹妹妹就跳出来说这个男人根本就是垃圾嘛，垃圾就应该丢进垃圾桶啊，对不对？对啊，留下了很多很多哈这方面的这个骂的一些金句啊哈，我们这个台湾新闻大家很喜欢播。那我们看到这个板门线哈，这次它的这个专线还有军事热线都同步重启了嘛？那重启以后呢，过去就是这样子了，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下午大概4、5点钟左右呢，都会早晚各通电话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通话其实还蛮重要，这个机制哈，就有效的避免了一些误会啊。谢老师，对，我觉得。不管在紧张的情势之下，完全切断沟通是很危险。这个就等于完全就是说双方都处于这个在暗示之中哈。对。那对对方的这个设想啊，就会越想越严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种 bunker mentality， 就是说，你都躲在壕沟里面，你就想到就是草木皆兵，人人都想对你不利。所以不管在紧张时，我是学外交的，我认为沟通很重要。对，但中断413天之后，这时候金正恩为什么会这个回心转意？当然我们知道南韩的姿态向来是比较软的嘛，对。那北韩向来就是说翻脸就翻脸，所以这个南韩的梨花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也提出了一些怀疑哦，为什么金正恩在这个时候回心一转？他觉得并没有那么的单纯，背后应该有一些其他的用意等等。当然以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哈，北韩2大危机，第一个是粮荒嘛。对，好，所以北韩现在很多人民吃不饱。那金正恩这次一次露面呢，也是瘦很多。对，好，这个北韩的人说看到之后心疼的都哭出来了，对不对？都落泪了。没有吃饱。另外一个，对，没有吃饱。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疫情。所以这次呢，北韩是第一个说不参加东京奥运的一个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很担心。虽然北韩当然疫情他们讳莫如深啦，感觉上好像之前不是宣扬吗？说一个确诊者都没有哈，大家也很怀疑。所以这个介老师，您的判断是什么？粮荒吗？疫情吗？经济吗？好，逼得不得不再踏出这一步。对，我觉得他内部情况一定蛮严重的。一个经济制裁就已经让他受不了了，开城工艺学又把他关了。对。然后北韩真的零确诊，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确诊都被处决了，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啊。那不过这里面北韩的状况很糟糕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文在寅他的任期明年3月到期。韩国总统是这样5年，然后不能连任。那所以韩国现在在重新选总统的这个过程，现在正在越来越紧锣密鼓啊。文在寅是年轻一辈韩国的总统里面最热衷于两韩统一的，因为文在寅本身他的父母亲是从北韩来的，所以他对北韩对于韩国这个统一他有一个使命感跟一个理想性。那接下来韩国下一任总统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对，所以如果现在不把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联系再重建起来的话，那明年3月以后也不知道了。如果美国扶植一个非常亲美的总统，对不对？非常厌恶这个北韩政权的话，那南韩要再接起来就难了。所以我觉得从北韩角度来看的话，在韩国新的总统上任之前先把这个线接起来，可能从北韩考虑是对的，因为再怎么讲，南北韩的关系能够缓解对北韩来讲也是很重要的。确实这个金正恩是释出了一些善意，在7月27号北韩有一个这个老兵大会那么金正恩的致辞，当然我们知道，因为金正恩向来很神秘嘛，所以在他仅有的谈话当中，大家都必须要逐字逐句去推敲他背后的含义他在今年7月27号致辞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再提到这个核威慑过去呢，他会一直不断的强调北韩的这个核武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厉害等等之类的。今年他罕见的没有提到，这次可以说是调子放软，释出
出善意啊，拿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哈，在去年北韩也是一样，7月多有一个老兵大会，在去年的时候，金正恩致辞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他的核武的威慑，而且还强调要以核来止战啊，以核止战啊。这个核武呢是北韩最大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在此同步哈，一方面跟这个南韩重启热线，二方面呢，他也不再的哈重复提那个可以说是让美国等等让他们刺的跳起来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慑，所以看得出来这个金正恩调子放软。还有一个讯息，我觉得很值得关注，就是北韩呢，这是17年来首次发行债券。对啊，他希望从这个富有阶层来筹款，看得出来他的经济压力应该是很大。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金正恩过去是留学西方，留学瑞士嘛啊，他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也好，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好，我相信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那么据说他的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啊。那所以他主政之后呢，很多人对北韩一度有期待，但是我相信改革是一件很困难、很痛苦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到现在为止，你怎么看待他本来一天到晚，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们新闻一天到晚就播什么北韩又发射导弹，对，一天到晚发射导弹，对，然后突然之间的文在寅、金正恩会面，然后他又跟川普会面，那时候感觉上北韩是突然充满了光环了，阳光照耀，对，然后说翻脸就翻脸。炸了连半，然后413天销声匿迹之后呢，现在突然又用一个阳光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哈，真的很有戏。谢老师怎么解读？对我觉得金正恩是一个玩政治高手啊。我觉得他刚上任的时候啊，他内部他当然没有把握，所以他对外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把外部环境弄得很糟糕，大家都以他为敌。这个时候最有利于他在内部来巩固他的权力。对。那我想，经过这么多年这几年也有5、6年了，他现在内部的权力基础，我觉得应该是很稳固了。那他就走比较缓和的路，因为走核武这块路其实他爸爸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对。可是核武是这样，核武这一次2016年的制裁联合国制裁的时候，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大陆都投赞成票。原因是什么？因为国际上有一个限武条约，对，这个条约国际上有150几个国家参的，也就是说，它规定只有中美英法苏在1967年1月1号以前就拥有核武的国家，它可以拥有核武的国家，其他通通不能拥有。当然，这个世界现在除了这个5个安理会5常有核武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都有核武。北韩原来也参加这个核武条约、限武条约，后来他退出了。那所以他没有参加，这3个国家可能有核武。可是呢，现在世界包括中美英法苏，基本上都不希望再有新的核武国家出来。所以北韩搞核武，事实上连俄罗斯、中国大陆都反对。所以它是一条死路。可是北韩又很没有安全感，他觉得这个核子武器。如果没有核子武器的话，他还剩下什么呢？美国就会来欺负他，他的国家就会被人家当做一个什么皮球踢来踢去，所以他这个两难。不过现在看起来，金正恩可能在核武上的立场稍微，就是说和缓，那么也希望他何尝不想变成另外一个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共产国家呢？中国大陆例子放在这里嘛，他这种锁国、自我锁国跟被人家锁国这个局面，他不给他突破的话，那么北韩就随时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因为它跟外界差距太多了。那这个世界现在你说有 Internet， 有这些都是很难够把讯息完全封闭的。那你如何维持北韩这个国家人民继续对他的体制的一种支持吧？那他势必要有所改革。所以我觉得北韩踏出改革是必然的。不过我还是现在比较关怀文在寅的下场。我是因为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位就是韩国总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对，不是自杀就是被关监牢的。他的前2任现在都还在监牢里面，所以文在寅先生，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蛮关心他。
对，您刚刚讲哈，这个文在寅有使命，当然啦，就是说在台湾哈，有时候看到两韩哈吵架翻脸，然后又可以和好，可以握手哈，可以互通热线等等，因为有了热线就可以避免一些误会嘛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人就会想到两岸关系了。对，当然这个两韩他们对于统一是有共识的啊，只是说怎么统一，但是两韩人民有共识要往这条路上去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重启热线之后呢，大概2个会先行，第一个就是疫苗的援助嘛哈，南韩会先进行疫苗的援助，然后离散家庭的会面哈，会这2个比较人道救援、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先走，其他比较复杂的、比较政治层面的往后。当然，这个重启热线对于文在寅的可以说是一大加分了哈。那么就算他卸任之后呢，如果说在两韩部分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的话，他如果声望比较高的话，他的下场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悲惨，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从这个国际法理来看哈，南北韩的战争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结束啊，因为就是他们在停战这个协议，其实就是在68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南北韩恢复了热线，但是昔日呢，他们签的这个是一个停战协议啊，也就是说，停战就表示说只是暂停战争嘛，到现在为止，南北韩在法理上还是处于战争的这个阶段。对，而且很危险。因为你去韩国啊，你从这个仁川机场下哈，你要到汉城，你坐这个 bus 哈，人家说你到这条路然后往右转走半个钟头到了汉城，对，往左转走半个钟头就到板门店了。就是停战线了，对，所以汉城其实你说它离这个战争北韩的前线啊，国家前线啊，相当的近。那所以事实上，韩国事实上其实到目前来讲，它的这个危机状态没解决的，而且他们两韩之间到底要如何来解决彼此的这个关系啊，也是比较难解。从比较之下，我觉得我们这个两岸的这个中国人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因为你看当时金国先生哈开放探亲哈，两岸在民间的交往那是非常澎湃的，它是很自然。韩国现在没有，韩国做到什么程度？连两边的亲人都不能够接触，想想看，都到21世纪了。这个时候，我就是有时候在怀疑说，韩国人不是也是儒家思想嘛，也是孔子的信徒吗？怎么我们这个也是孔子信徒，怎么两个孔子信徒做法有这么差别？他还是极端，不走中庸，然后呢不妥协。你看我们两岸，从金国先生开始，我们走的是中庸之道。当然，我认为现在民进党走的是一个逆流，它是一个反潮流的做法，所以我认为他走不了。连美国人都告诉他，你走台独，我不支持你。所以台湾只要如果说我们有比较理性的一个政治主流掌握我们的这个政治的走向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两岸关系我是很乐观的，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和为贵，对不对？然后水到渠成，而且是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不符合，而且是民为贵，政治人物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南北韩虽然这个纪老师讲的，他们的这个做法没有这么的这个中庸，这么的人道，但是南北韩也别忘了曾经联合申请过2032年的奥运对，就两边吵架吵成这样，可以联合申请申办奥运，但很可惜啦，最后是由这个澳洲布里斯本拿下假设这个两韩成功申奥成功，2032年的奥运，我觉得真的是精彩可期啊。对，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做法，我觉得值得鼓励。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对韩国人来是一个悲剧，因为南北韩成为对立是列强造成的，不是韩国人的意愿，是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个外来势力把它造成今天这个分裂的状况。所以这个不符合韩国人民自己的利益、长久利益。这个事情他们应该自己要有更强的主张，而不要太短视。那当然看起来目前蛮困难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上一次就已经用这个韩半岛的旗一起参加奥会了嘛，处一个队。那其实这些做法我还蛮佩服他们的。那韩国人我觉得就是说敢作敢为啦，可是有的时候也比较冲动。对，做朋友的时候拥抱得很用力，对不对？一翻脸就把大楼给炸了，然后就口出恶言。对，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两岸应该要切记，我们最好不要
把这个关系情感给它破坏。对，我觉得两岸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情感，然后是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我觉得我们会比韩国，我认为比韩国乐观。对，两岸关系我觉得比韩国乐观。